我有一家小旅馆，在每个房间里我都装了一套针孔摄像头，每次有情侣来开房，我就躲在前台偷偷欣赏摄像头里的现场直播，看完我再转手卖到地下网站。靠这个办法，我赚了很多钱。我从摄像头里看到那个女的浑身僵直，任凭男人怎么摆布都毫无反应，就像是死了一样。半夜1点多，我正在前台打盹，一阵敲桌子的声音把我吵醒。我抬起头，发现旅馆里不知什么时候进来2个人，一男一女。男的戴着帽子口罩，瘦瘦高高的，单肩背了个包；女的则脑袋靠在男人身上，长头发盖住了脸，一股浓浓的酒气从他们身上传出。女人俨然早已醉得不省人事，我一看就知道，准是刚喝完大酒。女人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，甚至是被男人捡来的都说不准。不过我可不管这么多，有生意就做。男人吐出一句：“开间房。”便一手架着女人，一手开始掏口袋。我立即堆起笑脸，抽出一张房卡办理起入住手续。身份证您的就可以。我贴心的给男人开了绿灯，可男人摸出来的是几张100元大钞。身份证忘带了。我皱起眉头，有些为难。兄弟，没身份证可不行，最近查的严。但男人并没有任何其他动作，只直愣愣的盯着我。我注意到他手臂上有一大片纹身，整个人看起来流里流气的。我们开店的，一般不想得罪这种人，所以我只好说，那他的也行。男人象征性在女的身上摸了一把，他也没带。接着他又在我桌子上敲了2下。帮忙。男人口中客气，可声音依旧冷冷。这下我犹豫起来，但是我眼光一瞟，忽然发现女人刚才挡着脸的头发被晃开，露出一张年轻又姣好的脸。我咬了咬牙，一狠心，行吧，但是押金不退了。男人没有二话，接过房卡直接抱起女人去了房间。我这才收下现金，望着他们远离的背影，终于偷偷露出笑脸。其实我并不完全为他那这点多的钱，而是因为他带来的那个女孩着实不错，年轻漂亮，一看就是在读的大学生。我这旅馆开在离大学城不太远，只是位置有点偏，平常人不多，但我无所谓，因为我有别的门道。前2年装修的时候，我特地从暗网上买了一批最先进的针孔摄像头。我从不在网上做广告，也没有什么团购加特价，因此我这小旅馆一直人流不大，但我就是要这种人流不大的效果。这样一来，我不用雇人，降低成本，同时也减少我被发现的风险，也不会有什么评论。二来，真正来我这的，尤其是男女们，都是心照不宣办正事的。至于视频放上网后，都是在地下收费论坛的，被当事人看到的概率极小。况且哪怕真的看到，绝大部分人根本不敢声张。所有旅馆装修又都差不多，他们也不知道是在哪。可人少也有人少的坏处，就是高质量的主角同样也少。视频是按点击率算钱的，一个质量高的女大学生能抵得上一堆平庸的野鸳鸯。所以我一看到这个女生的脸，就知道不能放过这一票。虽然这个女生看起来已经醉得没意识了，不过网上不少人就好这口，真实捡尸体验。我连视频名字都想好了，到时候肯定火爆。这一票赚大发了。远远看他们进房间后，我立即打开了我那套偷拍的摄像头。果然，男人一进房间就把女生扔到床上，然后反锁了房门。看现场直播就是这点爽，所有过程所有细节全都一览无遗，而且没有导演没有剧本，真实无比。难怪那么多人喜欢买我的视频。看着男人一点点开始脱女生的衣服，雪白的肢体渐渐露出来，连我都有些激动。不过看着看着，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。首先是这个女生，我见过喝得烂醉如泥的，但从没见过睡得这么死。男人公主抱把女生抱进房间，几乎是摔在床上，女生认识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而在脱衣服的时候，平常哪怕睡着毫无知觉的人，下意识也会有点动作，但女生依然没有。我见那场面，甚至似乎有些像小时候看村里给老人穿寿衣。这个念头瞬间把我吓了一跳，整个人也彻底清醒了。妈的，大半夜别自己吓死自己！我自言自语骂过一句，喝了口浓茶继续观察，但是画面却向着越来越不对劲的方向发展。当男人把女生拖到只剩内衣的时候，他停下了动作。这时我才意识到另一个别扭的地方，男人自己一件衣服都没脱，甚至连帽子口罩都没摘。不对啊，我见过猴急的，见过前戏成的，也不是没见过捡尸的，可没有一个男人进了房间后能如此淡定的就像面对一个死人一样。妈的，怎么又想到死人了？我暗骂晦气的拍了下自己脑袋，可是去拿茶杯的手却不争气的微微颤抖起来。画面中男人稍作停顿，终于开始脱衣服了。我总算长舒一口气，点起烟，对吗？这才是正确流程。回忆了下女生的情况，我估摸着男人十有八九是给她下药，但这不是我该管的事，我只要他们完事，我卖出视频收钱就好。不过男人的下一个动作又让我呼吸停滞，男人3下2下把自己脱得只剩了条内裤，可是依然没有摘掉口罩，但他却从自己的包里拿了2件东西出来，竟是件一次性雨衣和一顶浴帽。看他怪异的打扮，我的心再次悬到了喉头。妈的，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回想起看过的不少警匪片和恐怖小说，我夹着烟的手已经不住的抖动，烟灰散落一桌，我却眼睛直愣愣的盯着屏幕不敢动作。男人又从包里掏出了些东西，刀锯子，每一样东西无声的放在地上，却像一道道雷鸣炸在我耳边。直到男人最后拿出一张硕大的像一次性桌布般的塑料纸钻进浴室，烟头烫到了我的手，我终于如梦初醒，赶紧切换摄像头，我转到一个离女孩最近的位置，变焦放大。这时我已经清晰的能看出女孩的皮肤白得吓人，甚至隐隐透出青色，而在她的脖子上，一道仿佛被粉掩饰过的伤痕依稀可见。一瞬间，妈的，真的完蛋，竟然有人杀了人带到我的旅馆里，而且看样子可能还要在里面分尸。叮的一声，手机上微信的声音响起，吓得本就不知所措的我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。我打开一看，是我们一群开旅馆的小老板拿的微信群，而群中
有人仿佛未卜先知般，恰好发了一条新闻链接：紧急通知，变态杀人魔疑似流入本市，请各位市民提高警惕。如有消息，第一时间通知警方。我整个人都吓傻了，哆嗦着点开新闻内容，里面说的是有个流窜的杀人犯专挑落单的年轻女孩下手，而他最变态的地方就是会把刚杀死的女孩带到小旅馆中分尸。已经有好几个小旅馆发现了这样的情况，目前都在停业调查中。警方提醒所有市民，尤其是小旅馆业主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如有线索立即上报。新闻里没有杀人犯的照片，据说他每次作案都会遮掩容貌，只有老板们回忆的大致身高体型特征。我看完心里顿时拔凉拔凉的。无论从我刚才摄像头里看到情况，还是这条新闻中的描述，我几乎敢肯定，刚住店的这个男人9成9便是那个杀人魔。心中狂跳之后，我立即打算报警，手机上已经按出了110，但是在拨出去的前一秒我迟疑了，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致命的问题，我该怎么跟警察说呢？我总不可能说我在房间里装了摄像头，看到他的一切才报的警。如果我说因为看到新闻警觉，哪怕警察不计较这几分钟的时长，哪怕警察也先不管我没有身份证让他入住的问题，但等警察赶到，至少要510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当警察到时，他大概率已经开始分尸了，而警察随后一定会彻查整个房间收集证据。我那些摄像头瞒得过房客，我却没有半点信息能骗过警察，到时我怎么办？这可不是小罪，警察事后一定会把我这2年所有的偷拍都揪出来。但如果我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等他今夜搞完离开，万一他被抓了呢？或者警察事后发现了案情，顺藤摸瓜找到我这，还不是一样会发现那些摄像头？哪怕我立即都拆掉，我这些东西跟装修是一起的，拆过的蛛丝马迹肯定也瞒不过警察。到时万一把我搞成掩带他罪行的同伙，或者说我知情不报，我他妈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我紧急在网上搜索了下旅馆偷拍要判多少年，结果让我倒吸一口冷气，10年！妈的妈的妈的！我彻底崩溃了，我抖得像帕金森一样的手连打了几次火，才重新点起一根烟，猛穿2口。我强迫自己必须马上冷静下来。在短短半分钟时间里，我想了很多，绝不能暴露我偷拍的事，不然钱没了，我这辈子也毁了。所以我既不能报警，也不能当没看见。那么最重要的是，绝不能让他在我的房间里分尸。只要他不在这里作案，我相信警察大概率不会查那么仔细。所以眼下我只剩一条路可走，想办法支开他。现在立刻马上走在通向客房的路上，我自己都不记得深呼吸了几次。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刚才看男人在浴室不知折腾什么，看样子还有1-2分钟才会动手。但要面对一个杀人魔，换谁都胆战心惊，又不好直接赶走他，只能巧妙地找借口让他离开。幸好今晚旅馆没有其他客人，敲了几下门后，我听到里面传出悉悉索索的动静，紧接着猫眼上的光被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堵上了。我知道他在看我，但哪怕心里打鼓的都快吓尿，我此刻只能强装镇定。谁？房里传来一句低沉的问询。老板。我赶紧回答，兄弟，你快开门，有点紧急的事。又过了好几秒，房门终于被打开了一条缝，隔着门链，我看到男人围了一身浴巾，仿佛刚要洗澡的样子。他的口罩终于摘了，显得不那么突兀，印子还掐在脸上，但我不敢多看，我装作着急，赶紧背出1分钟前刚刚准备好的台词。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刚得到消息，等会警察马上要来这条街扫黄，我们这种小旅馆是重点目标。兄弟，你知道的，实在不好意思。说完，我把他的钱原封不重地塞回去，满脸歉意。听到警察2字，我捕捉到他的表情果然跳了一下，但他很快镇定下来。扫黄跟我什么关系？你这又不是什么按摩店。不是，兄弟，主要你们2个都没身份证，到时警察要问起来不好说。你麻烦，我也麻烦，实在不好意思了，兄弟帮个忙。我自己都佩服自己的演技，临危之下竟然演得跟真的一样。说完，我狠狠心，又掏出2张红票。兄弟，这是打车钱，他们快来了，实在对不住。男人不说话了，他冷冷地盯着我，仿佛要看穿我心里到底想的是什么。我汗都要滴下来，腿已经软得快站不住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被他看出破绽。沉默的几秒钟就像几年那么长，我又不敢再催，毕竟我眼前可是一个杀人魔，万一我把他惹怒了，说不定连自己都交代在这里。就在我感觉脸上的讪笑快要僵麻的时候，男人终于说话了。好了，我马上走，不过他喝多要留在这里，我晚点来接他。说完，他从我手上接过了全部现金，然后砰的一声要把门关上。我几乎是拖着脚回到前台，虽然男人没有带走女尸，可我实在无力反驳，也不敢反驳了。先送走一个就好，只要他不在我这干那事，我已经谢天谢地。没一会儿，男人果然又穿戴成原来的样子，背着他的单肩包里。不过他在走前拿了一张我放在前台桌上的旅馆名片，上面是你号码。我赶紧点头说就是。行，那我晚点联系你。直到看他背影消失在夜幕中，我才再次把心咽回肚里，长出一口气，瘫软在座位上，又点过一根烟。我终于缓过来些，最大的麻烦暂时过去了。不过接下去的问题还不小，男人留在房里的那具女尸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马上报警肯定是最好的时机。尸体是完整的，警察应该不怎么会检查房间。我就说我看到新闻警觉，骗走了男人也说得过去。至于身份证什么的，那都是小事，我这也算是将功抵过了。不过刚准备报警，我又觉得不妥，要是警察没把男人抓住呢，他依然逍遥法外，我该怎么办？他肯定会知道是我告的密，我还开不开旅馆了？那可是个杀人魔，警察不可能保护我一辈子，但他一天不进去，我不就要担惊受怕一
天，万一哪天能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不是说还要来接女人吗？等他把女尸弄走，或者过个1-2天，我再合情合理的开门报警，这样他也不会怪到我头上。私定之后，我便守着大门，其他生意也不接了，只等他回来。可是我望眼欲穿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，还是不见他的踪影。太阳升起来后，气温也很快回升。这时我忽然想到一个新问题，天气预报说这2天反常的热，他尸体怎么办？尸体可是会臭的，真等尸体臭在里面，别说这间房，我整个旅馆还能不能做生意都成问题了。要不我现在就报警，可会不会太早？现在这时间点有些不上不下。他妈的！我骂了一句，拿着手机左右为难。正在这时，手机上突然传来了滴滴的信息声，但点开短信内容，我只扫一眼，却吓得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短信是个陌生号码发来的，不过我一看就知道，肯定是那个男人，因为短信说：“老板，我知道你在房间里有什么，昨晚的事我都知道了。”我冷汗直冒，紧张的回复他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是谁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是不是发错人了？隔了一会儿，短信再次发来，我飞快拿起手机点开，最后的侥幸彻底破灭了。不用装了，直说吧。我知道你房间里有摄像头，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什么人，我也知道了你在干什么勾当。被他说破之后，我竟反而有种解脱的感觉，索性不装了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如果你是昨天的房客，你把人带走，我就当没见过你，咱两不相欠。如果你再来骚扰我，我就要报警了。这措辞是我深思熟虑过的，既没承认，也没点破他。万一他哪天被警察抓了，警察看到信息，我还能有个托词。至于那些摄像头，我打算等这件事了结，就先都拆了避避风头。不过那家伙似乎一点不领情。报警？如果你敢报，昨晚就报了。你也知道偷拍的罪不小吧？我是无所谓，反正早晚吃枪子的命，你就不一样了。但我可以放你一马，你帮我办件事，做完了我就当从没来过，连这个手机也送给你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晚上我会再给你一个地址，帮我把那个女的弄过来。我看了2遍才反应过来，让我晕尸。神经病！我一时气愤，直接骂了过去。这样干不就等于把我自己搭进去了吗？但是发完后，我想起他前面说的，又补了一句：我凭什么帮你？老板，你是做长久生意的，我是刀头舔血找快活的，只想再多快活几年。但我不介意替天行道，把你举报了，我还能跑。可你觉得你瞒得过警察吗？还是你觉得举报你能发个好市民奖将功补过？你好好考虑一下吧，晚上再联系你。他发完这段话，无论我再怎么问，都不再回复我。我狠狠砸了下桌子，破口大骂几句后，觉得自己倒霉的要死。怎么好端端的竟然会碰上杀人魔这种事？这他妈概率跟中彩票差不多了。关键是这亡命徒还他妈讹上我，大有鱼死网破的架势。我不办，恐怕他真的会举报我。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，我犹豫的要死。我不是不知道，帮他干了这事等于罪加一等，可我心里也有侥幸。听说这种人行走江湖最讲信用，万一他说的是真的呢？至于报警，那是我走投无路的选择。我研究过了，自首加立功表现，说不定可以少关几年。但昨晚的事已经说不清了，况且还不是要进去。而且回到最初的想法，如果这次没逮到他，他可不是要跟我不死不休了。一筹莫展之际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浮气躁的拿起手机。这时我那个旅馆老板群里已经有了几条新的信息，真的假的？别是骗人的吧？应可信其有，小心为好。但我的大脑突然一过电，对了，真他妈不会是给我下的一个套吧？有了这个念头之后，我的思维瞬间变得清晰起来。再回想从昨晚到现在，包括刚才短信中的那些对话，我回过味，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首先我发现杀人魔这事全靠摄像头里看到的和这条新闻，但男人其实根本什么都没干。其次，如果真是杀人魔，他跟我这么多废话干嘛？说不定昨晚就把我干掉，或者直接跑了。今天他的话明显比昨天多多了，绕来绕去就是威胁我帮他阅尸，不然举报我。杀人魔有这么文明吗？不怕我报警伏击他吗？所以他有一个目的是明确的，就是让我深陷进这件事。我一个机灵再次点进了那条新闻链接，翻了半天，我发现新闻是一个自媒体上的，而这个自媒体总共也没发几条内容，甚至这个账号注册也不超过1个月。我立即在别的大网站上寻找杀人魔的新闻，但无论本地媒体还是门户网站，压根没有这条内容。妈的，十有八九真的是假的。我开始兴奋起来，点开了群里发新闻的那个微信账号，这家伙是个新面孔，我确定不久前群里还没有。我赶紧又翻了他的进群记录，是熟人老王拉进来，1秒钟也没耽搁，我直接给老王标去电话。老王，上周三你往我们旅馆群里拉了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昨晚发新闻的那个，他是谁？老王磨磨唧唧想了半天，总算回忆起来，说是个年轻人刚开旅馆，求了好久才让他把自己拉进群，但关于年轻人的其他信息他都不知道。我在心里把老王骂个半死，不过这不是重点。我问了那年轻人的长相特征，没错，他的打扮跟昨晚来住店的那个男人一模一样。到现在我心里已经彻底了然了，所有的一切果然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个局，就是为了骗我帮他干最后的事。而且他恐怕早就知道我房间里有摄像头，所以他在里面做的所有事就全说得通了。没有了杀人魔这个恐怖的念头之后，我长长的出了口气，但片刻后我又恨得咬牙切齿，这混蛋绕这么大一圈，究竟想干嘛？和我吗？可既然他知道这么多，要讹钱要举报直接说就是了，干嘛非要冒这么大风险？不对，偷拍这个筹码对他来说还不够，所以要给我挖个更大的坑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，赶紧关上了大门，停止营业。如果这件事被我验证了，我就大致明白他想干什么。我先用摄像头往他昨晚那个房间里看了看，女人还在，没有半点动静，房间也没有任何异常。于是我从桌里翻出2只一次性手套，戴上后打开了房间的门。女人跟死尸一样，依旧面无血色的躺在床上。之所以说她跟死尸一样，而不说她就是死尸，因为我曾听说过一种东西，据说有种药给人吃了就会假死，跟死人一样毫无知觉。而男人既然兜了这么大一圈，什么都是假的，会不会连这个死人都是假的？果然，我摸了摸
女人的身体虽然硬邦邦的，但还有是点肌肤的弹性。我探到她的鼻息处，又伏在她身上仔细听，真的被我猜中了。尽管女人的鼻息非常微弱，心跳也极其轻微，但她是活着的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喜忧参半，喜的是至少没人死在我这里，说明男人没那么穷凶极恶。可忧的却是他证实了我的猜想，要不是我一早发现了男人的谎言，心慌之下根本不会察觉到这一切。而男人想让我把他带走，虽然我不知道接下去还会让我干什么，但9成9绝没那么简单，说不定他会骗我亲手埋了他。再接下去，警察追究起来，女人的死因就是活埋而死，并且是我亲手干的。我顿时心头一惊，他就真变成我杀人了。事到如今，我已经完全推断出，男人做局肯定不是为了钱或者莫小熬吧。为钱的话，他敲诈我偷拍和敲诈我杀人，结果根本没什么两样。他这么做就是为了彻底搞死我，让我万劫不复。难怪他丝毫不怕我报警，报警后大不了他是一场恶作剧，而我却彻底完了。一阵不寒而栗瞬间涌遍我的全身，这是比我之前犹豫时更深的恐惧。究竟是谁对我这般恨之入骨，要如此处心积虑整死我？我自问这么多年也没得罪过谁，可眼下已经摆明是你死我活的局面。回到前台，我依旧找不到解决目前困局的对策，但褪去恐惧后，一丝狠意逐渐爬上我的心头。既然你不给我活路，也别怪我无情了。我猜测这种事他不可能告诉第二个人，那么我只要将计就计，顺便让他永远闭嘴，不就彻底解决了？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先要搞清楚一件事，就是那个男人究竟是谁，又为了什么？而我隐隐的也感觉已经摸到了头绪。男人知道我客房里有摄像头，说明他住过我这，或者看过我地下网站上的视频，但我对他没有半点印象，就是说他没来过，所以只剩一个答。而他要如此置我于死地，说明我必定在不知不觉间得罪了，并且这事的结果肯定也非同小可，极大伤害到他或者他身边的人。偷拍，对，一定是我无意中偷拍到了他的什么人，并且被他发现了。想到这，我忽然模糊间有了点印象，我们这里之前确实出了件大事，附近的大学城1年前有个女生跳楼了，好像就是因为迷奸的视频被人传到了网上。我立即开始搜索之前女大学生跳楼的新闻，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最先爆出视频的校园论坛帖子，细花检视实录，真实极品。手漫屋下面有几十页的跟帖，全是大赞极品，甚至有问多少钱的。我有几个反驳贴主不道德的，也很快被回怼淹没。好女孩会跟人出去喝酒喝成这样，都是摆拍，早就商量好价钱。既然有脸出去卖，还没脸接受大家验货吗？直到最后有人说这个女孩已经跳楼了，评论才渐渐终结。虽然贴中的原视频链接早已失效，但根据里面其他人爆出的主角照片，我很快想起来，这个视频好像就出自我这里。打开我地下网站的后台资料库，没几下我就翻到了那个女孩的视频，还是个爆款。比对一下，没错，就是她。我彻底想起来，当初这事闹得还有点大，为此我把旅馆都关了好几天避风头，心中把这群学生骂了800遍。你们看就看，说什么屁话？这下事情搞大了，还他妈连累到我。我已经有8成把握笃定的男人就是跟这件事有关。除了因为事情特别严重外，我再看视频中的那个女孩，怎么都觉得跟昨晚的男人长得有点像。当即我联系了地下网站的朋友，花了点钱让他们帮我查这个女孩的家庭底细，他们什么都敢，查个人对他们来说简直易如反掌。在等待回复的时间里，更多细节涌进我的脑海，我记起来当初这个事好像还没那么简单。我找到了硬盘中最初完整的原视频，从女孩进店一直到结束的全过程都有。再次看过后，我终于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。女孩确实是被迷奸，却不是视频中的男主角下的药。那晚最初跟女孩一起进来的是另一个女生，没错，就是现在倒我客房床上假死的那个女生。两人进房间，女生趁女孩洗澡时往她饮料里下了药，接着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情节。半夜女生走了，视频男主进来，我又把这个女生骂了800遍，操他妈什么玩意，坑了同学，现在把我坑进去，难怪那男人要借我手搞死他。这时暗网那边的朋友也给我回复了，视频女主的底细已经查清，女孩叫玲珑，是个贫困生，家境很差，父母早亡，只有个弟弟相依为命。而他弟弟林墨的照片一传过来，一切彻底真相大白，与我猜的一点不差，果然就是那个男人。所有这一个大圈子都是为了替他姐姐玲珑报仇。我哭笑不得，我他妈就是个偷拍卖骗的，下药的不是我，迷奸你姐的也不是我，把片搬到网上起哄的更不是我。你有本事找他们报仇去，找我来干嘛？但是既然事已如此，这个林家姐弟明显又势单力孤。我抽着烟后牢牢盯着手机，最后爆出一股狠劲，那就也别怪我无情了，只能早点送你跟你姐团圆去，大不了顺手帮你把那个女生也捎过去，就当替你姐报仇了。生怕林墨发现我已经知晓一切。过了会，我给他回了条信息，行吧，我帮你一次，但这次之后咱两不相欠。你要是再敢来找我，我拼了命也跟你没完。老子大不了进去几年，你可是要吃枪子，记住你答应过我的事。林墨没有回复，我也没追问他。我相信他布了这么大个局，肯定不会半途而废。将旅馆暂停营业后，我白天去买了一身从头到脚全新的衣服，又把自己的车彻底清理了一番，将后面的位置全部腾出来，用塑料膜小心的全部包裹好。按我的计划，晚上把那个女生运完后，我倒是把这些全烧了，再把车好好洗一下，应该就不会有半点痕迹。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，林墨果然又发来信息，他给了我一个地址，是我们郊区一片荒芜的山里。我估摸着他就是想让我埋尸，另外他还贴心的给我
发了一张地图，上面标注了没有摄像头的路线，正合我意。到时我把他们两个都解决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夜里12点，我趁着路上没人，把假死的女生装上车后，直奔他给我的弟弟。下车熄灯，但是我在这里并没有看到林墨的身影。我故意发信息问他，人已经带到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他很快回复，事情还没办完，急什么？我自然猜到他接下去要做什么，心中窃喜，但我不能表现出来。我装作生气的样子，对着深夜无尽黑暗的林子低吼，人呢？出来。然后我回他信息，说好的我已经做了，你到底还要我干什么？我能想象到他躲在暗处那种快要得逞的扭曲表情。当然，除了偷偷监视我以外，他肯定还准备了一样东西，一个偷拍的摄像头或手机。所以我也在白天悄悄准备了一样东西，一个能探测摄像头的大功率电子查看器。别人可能不知道还有这种玩意，但对我这种偷拍的行家，当然知己知彼啊。林墨给我回了信息，带他往前100米，翻过那个小土坡，你的右前方有一个大坑，把它扔到里面。我骂了句操，可身体很诚实的继续背上女生，按他指示走。路上我已经打开了电子勘察器，开始寻找林墨的位置。夜间他要偷拍我的行动，一定不可能隔得很远，而我只要找到那个偷拍设备，他势必就在旁边。我一步步往前走，电子查看器的信号越来越强，直到我看见前方一堆明显新挖出来的土，土后面就是他说的那个大坑。电子查看器也已经发出急促的信号，林墨就在那个坑后面，不超过5米。这是我作为老手得出的经验，而他要偷拍我埋尸的全过程，确实在这样的环境下，5米是能拍清楚一切的极限。我已经停下，大口喘气。其实这都是我装的，女生不撞这点力气我完全没问题。我正在休养并观察，为最后一击做足准备。扔下去，用边上的土盖上。他果然发来了最后指令，我装作犹豫了下，还是把女生扔入了坑中。但是准备盖土的时候，我故意对着土堆喊：妈的，这么多土怎么盖？连个工具都没有。说完，我绕着坑走起来，装作寻找工具的样子。我一点点靠近了最后的目标。猛然间，月光落在前方林中，一道细微的反光被我捕捉到，那是摄像头的反光，它就藏在那里。这个准确的方位，我瞬间抽出早已藏在身上的刀，猛地向前窜过去，在前方还来不及有任何反应前，既然还是老的拉吧，我告诉你，林墨，我早就识破了你的一切，现在你就可以去跟你姐姐团圆了。林墨，我承认你很聪明，但你知道你输在哪儿吗？你输在不够狠，你不敢真的杀人。林墨，你根本豁出去没有为你姐姐报仇的勇气，你连鱼死网破都不敢。我像发泄似的，一口气吐出压抑在我心中一整天的怨恨。但我说的没错，这就是我敢孤身一人前来的最大底气。我早就看破了眼前这个看似很闹的年轻人，其实不过是自作聪明、虚张声势。可我说完后，对面的人却没有任何回应，眼神依旧恐。但最令我生疑的是，他居然没有倒下。我开始觉得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这时我突然察觉到他的站姿很奇怪，我赶紧绕到他的后面。他的身后是一截被砍断、不超过1人高的小树，而他竟然是被绑在小树上的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意识到肯定哪里出了问题，几乎是无意识的，我一把扯下他的口罩和帽子，但露出来的却是一张与我印象中迥然不同的脸。对方的嘴被牢牢堵住，完全发不出声音。他貌似不甘心地用最后一指狠狠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垂向头。他衣领上夹着的一个微型摄像头，背后闪烁的微灯说明，俨然已经记录下刚才的一切。我慌了，我不怕摄像头记录，到时销毁就行。但我好像他妈的杀错了人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林墨还有同伙？不可能，资料不可能出错。可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更令我意想不到的事，我的背后不远处传来沙沙的响声。等我回过头的时候，发现原本被我扔到坑里的女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爬出来了。她站在我身后，紧紧捂着嘴，浑身抖如筛糠，脸上满是惊恐的表情。该死，刚才太专心，居然没发现她已经醒了。她一定看到了我杀人的全过程。巨大的恐慌和担忧挟持了我所有的思维。我冲上前，做完，我坐在地上，我大口的喘气，怎么都想不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。突然间，我望向被绑的男人脸，好像记起什么，那是迷奸玲珑的那个男人，后怕洗满了我的全身。林墨最终还是借我的手报了他姐姐的仇，但此时我却格外清醒。有一点我是肯定的，这一片范围内只有那一个摄像头拍下了全过程。我早已做过准备，手上不会留下任何指纹，所以我只要销毁这一切，没人知道是我干的。我把他们都埋了，哪怕事后警察追查，林墨的动机嫌疑也要比我大得多。死定之后，我回顾四望，确实再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影。我确定林墨不在这里。我走向死去的男人，一把从他胸前摘下了摄像头，可瞬间一阵刺痛从我手指传到大脑。我伸手一看，手指被什么东西扎破，流血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突然有股非常不好的预感，而且我的身体怎么开始发麻了？我很快瘫在地上，除了嘴和脑子还能动，其他都失去了知觉，心中大骂该死。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是神经毒素。一句平静的话打破了黑暗的沉默。接着我看到一个全身包裹在土色雨衣里的人从大坑中爬上来，看到他的脸，我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的心脏猛烈收缩了下。是林墨。林墨。我走到旅馆老板江明面前时，他已经彻底无法动弹，他的脸上写满恐惧，但不是昨晚初见我时的那种。在经历过怀疑、愤怒、痛恨等多次起伏后，最终的绝望。我很熟悉这种表情，当时我得知姐姐死后也是一样的表情。这种神经毒素的起效非常快，它会瞬间让人失去所有行动力，除了大脑和嘴巴。我很满意，因为它能留给我最后的时间与江明告别。之前你说的我都听到，我平静地告诉江明，但是有一句话你说错了，我不是没有鱼死网破的勇气，
可姐姐留给过我一句，最后也是唯一的遗言，让我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我不能因为你们这些人渣，让姐姐再伤心一次。江明眼头猛缩，我继续说，你很聪明，发现了所有的一切，但是你却没发现最关键的一点，在这24小时中，你每次发现异样，其实都是你活命的机会。你只要在任何时候停下来，报警自首，一切都会终结。但你选择了最坏的路，却是我最希望你走的路。江明终于流露出懊悔的表情，他痛哭，神经毒素影响到他的泪腺，眼泪流不下来，比哭还难看。求求你放过我，仇你已经报了，人是我杀的，我绝不会说出去。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，补偿你和你姐姐，我倾家荡产都可以，只要留我一条命。求求你，我知错了。不摇摇头，来不及了。就像我姐姐，我也来不及救她。神经毒素没有解药，1小时后你会彻底失去所有行动能力，包括说话。然后你会静静的等待死亡，在这无人经过的山里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也许会有野兽来与你相伴。对了，你是不是很庆幸所走的路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？我也是。当警察发现他们离奇失踪，发现你的旅馆突然停业，最终找到你们的时候，我想你应该撑不到那天。江明的脸扭曲得非常怪异，我知道他是在愤怒，他已经死心，只想在死前把所有的怨念再爆发出来。但神经毒素大大破坏了他脸上肌肉的运动能力，他用尽力气也只能做出微弱的表情，看似很平静。他似乎笑了。你以为你逃得过吗？我和那2人都死了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以为警察查不到你头上吗？我在他身边蹲下。是的，你们都死了，因为那个被你捅死的张涛发现了你旅馆的秘密，而他又刚好赌博输了钱，所以设计要挟你。或者这么说吧，你可以认为这24小时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与你之间，而不是我，明白了吗？哦，对了，当时我手臂上的纹身就是照着张涛身上贴的，还挺逼真嘛。江明脸色发白了，不知道是震怒还是因为毒素的关系。你以为警察会信吗？我挠挠头，确实有些绕，但事情过程不就是这样吗？而且最重要的，今晚所有动手的都是你，我没有参与半点，不是吗？如果不是无法动弹的话，我相信江明现在肯定暴跳如雷。那警察怎么解释他被绑住？怎么解释我的死？就像你说的，江还是老的辣。张涛的诡计被你识破并制服后，你杀了他，可你并没有想到，他居然留了后手，在摄像头上藏了涂有神经毒素的针，就跟现实一样，合理吗？江明不再说话了，不过片刻后，他又露出那种扭曲的笑。我最后还是把你的话套出来了，别忘了，摄像头还在记录，你没法把它删减，不然警察就会发现有其他人来过，你也不能扔了他，否则就无法解释他怎么杀我。你现在是跟我之前完全一样的处境，林墨，你就等着给我陪葬吧。忘了告诉你，你姐姐的片子我看了好几遍，她真的很棒，我好喜欢。我盯着他扭曲脸上恶毒的眼神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克制住现在把他脑袋拍烂的冲动。我还是叹了口气起身，忘了告诉你，这个摄像头根本就没有在摄录，闪烁是快要没电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他既没记录你杀人的过程，你原本也完全无需碰它。这一切都算是张涛的失误吧？但现在不管怎样，凶器上的所有蛛丝马迹，警察都不可能算到别人头上。江明彻底闭上了嘴，双眼直挺挺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毒素已经完全起效。我从身上摸出一直给江明发信息的张涛的手机，丢在了他身边。最后看了一眼这3个夺取我姐姐生活希望的罪魁祸首，我消失在了夜色里。大约半个多月后，一位姓陶的警察联系上我，说想跟我沟通些事情。他告诉我，半个月前市里一个旅馆老板、一个无业混混和一个女大学生失踪了，后来他们被发现死在一片无人山里，似乎是跟敲诈勒索有关，黑吃黑，结果都死了。他说话的时候一直在观察我的表情，我听完表示很纳闷，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陶警官说，后来我们在旅馆发现了老板大量偷拍的器材和视频，其中有一条与你去世的姐姐有关。我瞪大了眼睛，双拳紧握。什么？那个女大学生下药迷倒了你姐姐，无业混混迷奸了她，又被老板偷拍传到了地下网站。我的眼圈瞬间红了，最后才咬牙切齿地说，那真是老天有眼，让他们罪有应得。陶警官沉默了好一会，然后告诉我，其实案件虽然侦破很顺利，但我一直有些事情想不明白，混混想敲诈老板需要绕这么大一圈吗？而且我在现场似乎总觉得有第4个人的身影，不然这一切也太过巧妙离奇了。我擦了擦眼睛，从容不迫地对上陶警官的目光。那么你们找到那第4个人的痕迹了吗？没有。那也许就是我姐姐在天有灵吧。陶警官又看了会我，笑了。希望如此。他在坐过片刻后终于起身离去，转身时他突然问我，我记得你是学医的对不对？那个什么药理学。我坦然回答。他拍拍我的肩，加油，不要让你姐姐再伤心。我朝他点头致意，四目交汇的一刹那，我对他说了一句，谢谢，不只是替我，也替我姐姐，谢谢你。